景月，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只是不知道这些星星里哪个是你，哪个是孩子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会不会跟你们团聚呢？青青，你下来，你不要跳好不好？我求你。我叫宋可卿，曾是相府嫡女，我以为自己能嫁给心爱之人，相夫教子，却不想我属意的那个良人，竟为了测试，亲手打掉了我的孩子。宋可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已经说过不要去找连连的麻烦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。你真以为我不会拿你怎么样吗？对不起，宋可卿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没有，照顾江莲妹妹是我的职责，无论她发生了什么，都是我的错。反正5年了，与江莲有关的事你从来都不调查，直接认定是我错。我身子还没利索，改日吧。宋可卿，除了这副身子，你还有什么价值？自你嫁给我的那日就该明白，你逃不掉。是这样吗？阿玉，明日我父母便要问斩了。之前你说只要我嫁给你，你就有法子救他们呢。现在准备怎么样了？准备什么？宋氏夫妇今早已经斩了。什么？而且还是我请旨，提前1天行刑的。为什么？将宋家送上断头台，还有监斩你父母的，也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陷害我父亲，害谢家被满门抄斩的就是你父亲宋林。不可能！我爹他不会这样的。昨日你去探监后，宋林便认了所有的罪。是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也给杀了？为什么不把我也给杀了？死？那太轻松了。宋家未赎完的罪，由你接着赎。你逃不掉的。谢景玉，你是惊艳了我整个年少的少年郎，也是杀我全家的凶手。这5年，
你将我囚禁于后宅，日夜折磨羞辱。我不是没想过去死，可是，青青，娘只求你，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。娘会在奈何桥畔等你5年。若5年后你还没找到活下去的理由，就来找娘啊！娘亲想用5年之约，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以为孩子的到来是他送来的蟠桃，可这份微薄的光，终究还是被你狠心掐灭。阿云，距离5年之期还有5天，我好累，要下去找娘亲和孩子了。进来吧，把避子汤喝了。宋可卿，上次那个孩子本就是意外，你应该清楚，你根本不配怀上我谢家的孩子。是啊，我的确不配。谢宋两家有灭门之仇，若不是7个月前谢景玉在谢家忌日喝得酩酊大醉，我也不会意外怀上那个孩子。芊芊，芊芊，你喝醉了。芊芊，你恨我吗？芊芊，你知道吗？谢家抄家时，我弟弟不过3岁，就被拖往刑场，人头落地。我妹还有3天就要嫁给他的如意郎君了，可因为你父亲的陷害，他在牢中被狱卒凌辱，绝望自尽。如果不是我自小被寄养在寺庙中，恐怕也难以投生。谢家本是名门清流，却因此受百姓唾弃，往后的100年千载都要承受这不白之冤。宋可卿，我不该恨你吗？可是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知道谢景玉和我一样，爱着，也恨着，可我和他之间，注定只能是无法解开的死结。是城东果子铺的汤。是城东果子铺的汤。哎，来，小海香看一看，是挺好。我来看一看。芊芊，阿玉，你干嘛去了？我等你好久了。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啊。是
城东果子铺的糖果，这要排2个时辰才能买到呢。对不起，晴晴，我出门已经很早了，可还是排了好久，让你久等了。阿玉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晴晴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一辈子爱你，呵护你。谢景玉，你为何总是这样？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又给我点起一盏灯，然后吹灭，再点燃，如此反复，叫我活着痛苦，死也死不痛快。一个仇人的女儿，真不知道大人把她养在府里到底为的什么。如果是我，早就把她杀了剐了，居然还好吃好喝的供她当夫人。娘，孩子，你们再等等我。5年之期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了。江姨娘要在后花园种梅花，姨娘吩咐要你把花园的土全翻一遍。什么？那是我埋葬孩子尸首的地方。停下！你们都停下！停下！江莲，你让他们停下，马上给我停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一个贱人，哪配葬在千岁府的后花园？正好天寒地冻，那些林中的畜生找不到吃食，等挖到小野种，丢到林中，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江莲，你害我孩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景宇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如今谢景玉不会信我，还是先救孩子。谢景玉，求求你，你让他们都停下，你要怎么惩罚我，我都接受。可那是我的孩子，那是我们的孩子，那是个男孩。谢景玉，他再也学不会骑马射箭。谢景玉，他再也学不会骑马射箭。晴晴啊，待将来我们有了孩子，如果是男孩，我来教他骑马射箭；如果是女孩，就由你来教他诗词歌赋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！景玉，昨日大师来看，说我无故头痛，是家中埋死婴所致。是我不懂事，只顾着自己，没考虑姐姐的感受。如果姐姐实在不舍，我继续受着也无妨。谢景玉，只要你放过孩子，我愿意放弃正室的位子，把他让给江莲。正室的位子，谢夫人的名号，就让你这么厌恶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真是好样的。死婴不详，徒留千岁府，只会带来灾祸。来人，不
取些桃木枝来，就地焚烧。来人，取桃木枝，就地焚烧。放开我！我的孩子！宋可卿，你疯了吗？最多也是出于己心，可他是你的孩子，你叫他从无养父，夺去他转世投胎的机会。谢景宇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活？静，静静。青青，阿玉、秀泽，快来啊！阿玉，你是不是喜欢青青？既然喜欢，那就去表白。我能看出来，青青也喜欢你。阿玉、秀泽，快来啊！来了。我来，你看，头发都乱了。玉儿，这是咱们谢家的传家宝，你把它给青青，就当做是你们的定情之物啊。母亲，你呀，跟为娘还藏着掖着，谁看不出来你喜欢青青？喜欢呀，就去告诉她，青青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你可不能错过啊！爹，娘，娘，爹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娘，放心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找到诬陷谢家的凶手。将他们碎尸万段，碎尸万段！青青，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青青，不要离开我，青青！青青，你醒了。谢景云，孩子呢？孩子的骨灰已经随风扬了。我的孩子，以后你不要再提起。还有。也不要再说什么让出夫人位子这种话。我谢景玉的夫人，只能由我决定，你也不行。我们这样彼此折磨，不累吗？累。宋可卿，你凭什么觉得累？够
从你爹把罪责推到我爹身上的时候，你就该知道，这辈子我们的结局只能是不死不休。从你爹把罪责推到我爹身上的时候，你就该知道，这辈子我们的结局只能是不死不休。现在我连眼泪都哭不出来。谢景玉，既然我们注定不死不休，那么我便将这条命还给你，那样我们之间就能结束了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，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。荒草丛生的青春到烈火。阿玉，这里的景色真好啊。不过，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？阿玉，这是青青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谢景玉承诺，会一辈子对宋可卿好。青青，我当然愿意啦。我就知道。我谢景玉承诺，会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永远不会辜负宋可卿。哎，快点，有人跳楼了！谢景玉，我曾以为真的可以和你共度一生，可是我们情疏缘浅，爱不得，恨不得。我不怪你，也怪不了给我生命的父亲。你曾是那么温柔善良的人，如今却变成了这样。希望我的死能让你从黑暗中走出来，重新做回从前的谢景玉。青青，再见了，谢景玉。景玉，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只是不知道这些星星里哪个是你，哪个是孩子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会不会跟你们团聚呢？宋可卿，你真是好手段，竟然用死来威胁我！不想惹怒我，就赶紧下来。这段时间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们两个注定是怨侣，你不快乐，我也不快乐，何必？快不快乐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你的债还没还清呢，凭什么死啊？还不清了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就看在我爱了你11年的份上，你放过我。宋可卿，你不能死，孩子的骨灰我根本没养，只要你下来，我就告诉你他的骨灰在哪儿。啊
在哪儿还重要吗？这世上有哪个父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？又有哪个父亲会把自己的孩子挫骨扬灰？宋可卿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把这份恨意加在孩子的身上。青青，青青，你下来，你不要跳好不好？我求你。谢景玉，我真的累了。我们之间就这样吧。天之涯，海之角，铭心青青，刻骨。青青不会死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他怎么能死？不会丢下我的，他不会丢下我的。这太可怜的事情。青青，青青，我就知道青青不会死的。不会丢下我的，青青，你肯定看见过我夫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看见过我的夫人，对不对？她这么高，穿着红色衣服，她在哪儿？你肯定看见过我夫人，对不对？告诉我她在哪儿！你这人疯了吧？青青，你在哪儿？青青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也是我的鬼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你在哪儿，青青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干嘛？没想到宋可卿居然被沈修泽救走了。不过他伤成那样，肯定活不了。宋可卿，这千岁府正式的位置，终究还是我的。宋可卿居然被沈修泽救走了。我知道了，青青不会跑的，她一定是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回家了，夫人呢？她回来了没有？夫人还没有回来。不可能！你有没有看见过我夫人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不会的，青青不会就这么丢下我的。青青，这是谢景玉，初始时我知你有心计，允诺将你治好。如今药已成，愿此药能救你心计。你我纠缠10余年，爱恨是非难断，如今我一生痛苦，日后我们便放过彼此吧。珍重。
你这个心疾啊，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，很难治愈。难治，便是还有办法。洛神医，还请告知，不管多难，我都愿意一试。宋小姐自幼学医，倒是有这颗人心。不过此药须得以人做药炉，以血做药引，每5年治1颗，2颗才能根治。就是这样，你也愿意治吗？就是这样，你也愿意治吗？不愿。这心疾又死不了人，我们不治了。洛神医，还请将方子给我。青青，哎呀，我不是学医嘛，只想研究一下。我最怕疼了，可不敢驱邪的。这个药为何和5年前江莲给我的一样？青青，你到底都做了什么？而我呢？我又做了什么？景宇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滚！给我去找夫人，搜遍全城，也要把她给我找到。是。青青，我们注定爱恨纠缠，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该死的宋可卿！洛神医，求您救救青青！唉，这些年他以血作为药引，身体亏损极大。这次又受了重创，只怕连我也是无力回天了。青青，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？所以你才会想用死的方式离开我。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你。每每午夜梦回，我总能看到死去的谢家人就这么看着我。除了恨你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找到夫人了。在哪儿？有人看见沈将军带着一名受伤的女子去了万安寺，听形容可能是夫人。又是沈修泽，点齐人马，随我去万安寺。景月，我……哎，景月这是要去哪？禀姨娘，大人要去万安寺将夫人抢回来。宋可卿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就算把万安寺翻遍了，也要把夫人找出来。若有阻拦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谢施主杀气太重，可别冲撞了神府。我夫人在何处？谢施主怕是找错人了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夫人。我说的是宋可卿，10年前陪我来看病的人。这个你总记得吧？你做出来这个药，足以证明你们一直有联系。
你把它藏在哪里了？我这个人耐心有限，你再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就拆了你的，把你给杀了。阿弥陀佛，谢施主和10年前简直判若两人，难怪宋施主每次来都郁郁寡欢。少废话！告诉我，把它藏哪儿了？洛神医，真的别无他法了吗？沈修泽，谢景玉，你发什么疯？青青呢？你把它藏哪儿了？把它还给我！他就在后面，只是我怕你不敢见。他来了，宋施主或许还有救。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哼，9000岁可真是健忘，不是你逼得他跳了城楼吗？他如今就只剩一口气，马上就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的罪还没说完，他凭什么死？他不能死！谢景玉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想让青青赎罪？陆神医，我知你医术高明，只要你救青青一命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哪怕是要你的命。是。好，那你现在就把命赔给青青，你敢吗？你，看来9000岁也没什么诚意啊。我与宋施主相识一场，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洛神医，若真的需要我的命救青青，我愿意。我不要你的命，只不过他这次坠楼伤了肺腑，导致这些年取血制药的损伤反噬，所以要护住他的心脉，需用他制的丹药方可。您说的是这个？正是。那还等什么？谢施主，当年我就说过，你的心疾需服2次药丸。5年前你已服下1颗，这是第2颗。现在服下，你的心疾便能痊愈。若是不服，恐怕再无治愈的可能。所以，你是要治你的心疾，还是要救宋施主的性命？你可想好了？你是要治你的心疾，还是要救宋施主的性命？你可想好了吗？求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求父母安康顺遂，还要求佛祖让你的心疾不药而愈。不过每月痛几日，我都习惯了，不打紧的。怎么不打紧？你痛的话，伯父伯母还有我都会心疼的，也不知洛神医说的那药。青青，我绝不允许你以伤害自己为代价来替我治病。这件事，你必须听我的，好吗？好。我第一次庆幸你没有听我的话，否则还不知道用什么来救你。哼，你若不折磨他，他也根本不需要你救。不对，不算是你救他，毕竟这药是他自己取血做的。谢景玉，你明知他最怕疼，还任由他这么做，还日日折磨他，你的良心是喂狗了吗？不是的，
根本不知道他要为我领药。到现在了，你还要装？年前你们婚后不久，你便吃过一颗，还能不吃？你说什么？那药是江莲给我的？那是因为青青怕你不要，特意让江莲带给你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说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你心里只有仇恨，即便他跟你说了，你会信吗？可即便你那样折磨他，他还是为你驱血熬药，为你耗尽心神。这样好的一个姑娘，你却一点都不珍惜。谢景玉，同为男人，我真看不起你。所以那时候他真的是在为我煎药。他说他没给江莲下药，他说了我还不信，是我错，是我没有心疼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谢施主。宋可卿，你最好赶紧死！你死了，千岁府正式的位子就是我的，也不枉我狠心留掉孩子。景月，姐姐她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滚！景月，你别难过。让你滚，没听见吗？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景月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惹你发这么大火。我知道姐姐出了事，你很着急，可是再着急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有些事，我以为你能明白，可我高估了你的聪明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没的吗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没的吗？景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信了你拿孩子诬陷青青，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。来人，把江姨娘关进地牢，青青一日不醒，你就一日不能出来。景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景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景月，青青，就算是恨我，也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，好吗？老神爷，老神爷，那颗药不是已经给青青吃了吗？为何还是没有好转？宋施主的命是救回来了，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宋施主的求生欲望不是很强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青青，洛神医一定是在骗我，对吗？你这么坚强，怎么可能失去求生的欲望呢？青青，
洛神医一定是在骗我，对吗？你这么坚强，怎么可能失去求生的欲望呢？求生的欲望。少时相遇，青梅竹马，及笄那年以为自己家得良人，可一切都是假的。父母双亡，爱人变仇人，我无数次想去死，可因为一句赔罪，我苦苦煎熬5年，眼睁睁看着他的身边莺莺燕燕环绕，而我夜夜忍受屈辱。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让我终于重燃希望，可红色的襁褓却裹着孩子，埋于土下。我还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一点一点烧成灰烬，却无力阻拦。谢景云，我还怎么拥有求生的欲望？这5年已经是我死死撑着的最长的时限。醒醒好不好？是我真的不好出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醒过来，青青。青青，你看，花都开了，夏天就要来了，到时候我带你去郊外放纸鸢可好？青青，有了这护身符保佑，你就不能离开我了。大人，空中来信了，您已经向朝中告假1个月了，陛下现在多有不满。出去。唉。这是我一步一叩首，在万安寺为你求来的护身符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姑娘，小心！你总说你对我一见钟情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对你亦是如此。青青，孩子的骨灰就被我埋在祠堂前的树下，我给他起名叫谢义安。小名叫安安。青青，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青青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还愿。你这么久没吃东西了，一定是饿了吧？我就给你包饺子，你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了。宋施主，你这脉象……洛神医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这些事多谢你和秀泽了。谢什么？你能醒过来就好。我昏迷多久了？有1个月了。1个月，这么久了。今天是端午，寺里的香客多，是不是吵到你了？5月初5，我和谢景玉已经相识11年了。秀泽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
你说。青青，青青，怎么回事？刚刚明明都醒了，怎么又晕了？宋施主，这是回光返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托付。你告诉我，沈医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谢景玉，你根本不配得到青青的爱。我真希望她下辈子遇不见你。青青，青青，你快醒醒，青青，你别离开我！青青，你醒了？青青，青青。五载生能驱邪避灾，一定能保佑你好起来的。青青，你醒了。谢景玉，我看到我娘了，她还带着我的孩子。什么？等等我！不，青青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。谢景玉，如果有下辈子，就别再见了吧。我这一世也的确应了那句话：此恨绵绵，无绝期。青青，青青！青青，我们回家。把青青留下。让开！还我！谢景玉，是你逼死了他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带他回那个犹如地狱般的千岁府？宋可卿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宋家对不起我谢家满门，就算死了，他也只能在我身边赎罪。青青到底有什么错？你谢家满门无辜，他就不无辜吗？谢家落罪时，他一步一叩要去皇城为谢家求情。不管是你入宫前还是入宫后，他都不遗余力的想帮你。你已经杀了宋江满门，囚禁折磨了他5年，还不够吗？谢景玉，如果你还有良心，就让他在此安息吧。哪怕你还恨他，可他人都已经走了，你们也该两清。两清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不可能！谢景玉，青青的死是你一手造成的，看在他无怨无悔爱你10多年的份上，放过他吧。不可能！我放过他，我还怎么活下去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求求你们！我求求你们！还给我！
芊芊，我身上肩负着谢家满门的冤屈。过去的日日夜夜，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妹妹，每天都在梦里让我为他们报仇。我逃不开，也躲不掉。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可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你们宋家？芊芊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我不该恨你。可是我若不恨你，我如何对得起我的至亲？你没错，谢家有错吗？我每次看见你，就好像看到谢家满门的冤屈。你让我如何？我又能如何？芊芊，我知道我该放了你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只能利用你对我的爱，让你承担我的恨和痛苦，把你困在我的身边，折磨你，也折磨我自己。芊芊，就算是折磨，若是再来一次，我也还是不会放你走。景玉，你心急一直没好，怎么能淋雨？太医已经来了，他说你身体亏损很大，心急不能再发作了。快，把这药喝了。芊芊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死，你是不会离我而去的。景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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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快把这药喝了，我去请太医。谁允许你出来的？谁允许你出来的？他们找到你的时候，你高热不退，下人们都慌了神，这才让我出来主事。我也是因为担心你啊。宋可卿，他是害死你们谢家的罪人，他死了你不该高兴吗？滚！你打我！滚！给我滚出去！别以为青青不在了你就能上位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不可能。芊芊，是我和江莲害死了你，我们都要付出代价。大人，江姨娘回去以后就一直在哭，这些天她为了您的事儿，身子也一直不好，奴婢求您去看看她吧。
你回去安抚一下恋恋，就说方才是我不对，让她安心休养。等我好一些了，就去看她。好的，奴婢这就回去转告江姨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奴婢瞧着大人心里还是有您的，只要您继续装病，大人肯定会越来越心疼您。好，我就知道宋可卿这个碍事的意思，正是就是我的。但是后我怀上孩子，有嫡子傍身，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的路。青青，你终于醒了。他醒了吗？这次多亏有洛神医相助，提供了假死药给你，不然以谢景玉现在对你的疯癫程度，怕是很难收场。青青，你的假身份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明日你就跟我走，好吗？难道你还放不下他？难道你还放不下他？早在他为了江林伤害我孩子的那一刻，我对他就没有感情了。那你……这是我孩子的骨灰，还在千岁府，我想带他一起离开。以谢景玉如今的性子，我若去要，他必定不给。不如我潜进去偷出来。我先去准备一下。不可，千岁府守卫森严，我不想让你为我犯险。这不算犯险，我有信心能偷出来。这是我自有法子，届时让人主动请我入府。你想做什么？青青，我觉得你和之前不一样了。毕竟是走过鬼门关的人，生死之间能想通很多事情。青青，当年谢景玉自私的将罪转嫁到你身上，让你饱受折磨5年，如今也该两清了。你的未来还有生机和活路。谢谢你，秀子，你说的对。以前的宋可卿已死，他和谢景玉之间的恩怨已经两清。我现在只想带走孩子的骨灰，重新为自己活一次。你想开了就好。待我拿回孩子的骨灰，我自会同你离开。谢景玉，到时我们生死不复相见。这几日大人常来探望姨娘，还恩赏不断，姨娘怎还叹气？可他自从万安寺回来后，便再未在我房中留宿过。红纱，我莫不是已经年老色衰，不得景玉的喜欢了？姨娘青春正盛，许是大人怜惜姨娘还在病中。不行，宋可卿都死了这么久，景玉到现在都未提扶正我的事，我必须尽快笼住他。我听说千岁府那位正室夫人死了，可惜了。听说谢夫人出阁前最善绿妖舞，她那样的舞姿，只怕再也不能见了。我记得景玉书房里曾挂过一幅绿妖舞的画像。昨日奴婢还看到大人把那幅画给烧了。你去帮我寻个
会跳绿妖舞的老师来，我要给景玉一个惊喜。是。既然景玉还是忘不掉那个死人，那就让我用它来做向上爬的梯子吧。见过姨娘。听说你是思乐坊唯一一个会跳绿妖舞的舞娘。是，民妇最善绿妖。很好，若是你能在舞室内教会我，我便赏你1000两金。承蒙姨娘厚爱。只是……怎么，不过是一个供人赏乐的舞罢了，我还学不得了？不是，民妇并无此意。只是此舞对身形要求过于苛刻，姨娘这般……你是在嫌我的身材？放肆！姨娘别误会，您身姿婀娜，是最美不过的。只是此舞若想短时间内学会，要辅以汤药调养，这在坊间也是如此。若姨娘不信，可差人去打听。学个舞还要吃药？姨娘，是药3分毒，慢慢学总能学会，咱们也不用急于求成吧？不行，景玉本来就性子多变，若是拖得太久，保不准这正式之位就是旁人的。可是不许再说了。好，你现在就去准备汤药，我今日便要开始学。是。另外，你记住，若是旁人问起，你就说是帮我调养身子的。关于我学绿妖舞的事情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。是，明白吗？民妇记住了。姨娘，这来路不明的药喝了，总归对身体不好。孩儿，娘前来接你。孩子的骨灰就在祠堂，谢景玉对孩子恨之入骨，应该不会出现。怎么是他？难道我死了还不够？现在连孩子的骨灰都不放过？啊！你离开了我，你娘也离开了我。你说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？之前是爹不对，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但是你的到来，让我不知所措。你若真的生下来了，我怎么去面对谢家的列祖列宗？他们的血，他们的痛，都像是一根根刺扎在我的心里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让你先走了。你等我，等爹完成所有的事情，爹就来陪你们。谢景玉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和孩子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道歉，不是孩子不配入你谢家，是你不配做孩子的父亲。你是谁？鬼鬼祟祟的想做什么？你是谁？鬼鬼祟祟的想做什么？民妇参见千岁大人。你不是府上的人，在这里做什么？回禀千岁，民妇是姨娘请来为他调养身子的。调养身子？可他的身形怎么跟青青如此相似？莫非他……您看，这是刚为姨娘配的药。
既是服侍姨娘的，怎会跑到这里？冥父第一次来千岁府，找出方士迷了路，冲撞了千岁大人，还请大人恕罪。厨房在西南角，赶紧走，没事别在府上瞎晃荡。是。等等，千岁还有何吩咐？既是江姨娘请来的，又为何要复命？冥父只是……青青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诚如秀色猜的那样，他果然对我的身份起疑。以谢景玉多疑的性子，必定会不顾一切确认你的身份。再加上他一直不愿面对你的死讯，我这手法也是在边关学的，便是太医也验不出真假，定能助你蒙混过去。你这是……冥父少时意外毁容，因着实可怖，怕惊扰到府上的贵人，所以一直戴着面纱。自小便有。是啊，青青死在我的怀里，还在妄想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女医罢了，竟然也会认为是青青，我定是疯了。千岁大人若无他事，冥父先退下了，姨娘那边还等着我给煎药呢。站住！站住！千岁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江姨娘体弱，这是我特意让太医院开的。你既然要为她调养，就一并熬煮了吧。这……放心，都是好东西，你尽管去做便是。对了，先不要告诉江姨娘，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谢景玉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是那么在意江陵，哪怕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千岁大人和姨娘还真是恩爱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您说的做，绝不会有任何差错。恩爱吗？你说得好啊，赏你。多谢大人，祝大人安康顺遂。大人，那药就这么给他，那可是您千金求来的梦里香，服下后会噩梦连连，5日后便会丧失所有神智。若是叫那女子查出什么，无妨，寻常大夫查不出来的。这样对姨娘会不会太……这不及江莲加注在青青身上的1/10。你去查查那女人的来历。是。你去查查那女人的来历。是。算了，不必查了。大人，青青死在我的怀里，是我亲手为她合上的眼睛。我现在还不死心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更何况，青青恨极了我。她若是还活着，恨不能将我掏心挖肺，死无全尸，又怎会祝我安康顺遂？大人，您的心急又犯了，我去给您拿药。不必。自从夫人走了以后，您每次心急发作都强忍着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都要忍坏了呀！我说了，不用管我，赶紧走。走！哎，没关系，青青，这都是我该受的。
了解了江莲，我就来陪你。等我。这药也太难闻了吧！良药苦口，姨娘若想事半功倍，就得用药辅助。姨娘，民妇刚听说5日后府上要举办赏花宴，届时京中显贵都要来。您若是在宴会上一舞绿腰，惊艳众人，定能名扬京中。到时候不止千岁大人的宠爱，便是这谢夫人的位置，也唯你莫属。本姨娘还需得你提醒。好啊，好啊，妙极呀，真好，跳得好。名不失察。你真能让我5天内学会绿腰舞？姨娘底子好，喝药调养后一定能。既如此，本姨娘便信你一回。不就是个绿腰舞吗？等着吧，宋可卿，你以前的名誉地位，这绿腰舞是我当年名动京城的绝技。江莲，你可要好好跳。绿腰舞最是考验腰肢柔软和对舞步的精准掌握，一跃一动都要如蜻蜓细河，广袖抛空，裙丝流云回雪，腰肢软如无骨，却偏偏带着轻竹拨节的韧劲。俯仰之间，让人想起被春风压弯的海棠枝。青青，阿姨，这绿腰舞我琢磨了月余呢，全京城就我会跳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宛如花中仙。青青，你最好看了。青青，你回来了。景月，你怎么来了？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大人，您认错人了。我不会认错的，你就是青青。景月，你怎么了？她是我请来帮我调养身子的，不是可卿姐姐，你认错人了。她若不是青青，怎会跳绿腰舞？大人的确是认错人了，民妇跳的不是绿腰舞，只是随便学的，只因姨娘近日心绪不佳，民妇想献丑博姨娘一笑罢了。是啊，我早就找人打听过了，她早年丧夫，因着会点医术，才一直在思乐坊做女医，怎么可能是可卿姐姐？景月，你都已经许久不来看我了，怎么好不容易来了，还一直瞧着一个旁人？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吗？你是我的心上人，怎么会有错？别想太多了，先前是我疏忽了你，过2日便是赏花宴，届时我再好好补偿你。补偿？莫不是要当众扶正我？
只要你还记着我，我就心满意足。青青，到底是不是你？青梅竹马又如何？宋可卿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了。是景月来了。害我好苦！是人是鬼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还我孩子命来！不要！姨娘，您怎么了？是宋可卿，他来找我偿命了。姨娘，您只是梦魇了。夫人她是自尽的呀，和您有什么关系？她不会来找您的。是为了孩子，他说要我给他的孩子偿命。也是因为那个孽种还埋在府里，才招来了冤魂。姨娘，大晚上的您要做什么？我要把那孽种的骨灰丢出去。姨娘，这可是大人亲手埋的，您要是动了，大人怪罪怎么办？你害我害得好苦，还我孩子命来！他都说了，救人一句，他还能为了一个本不该活的孽种责罚我不成？给我挖开！可是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就趁早滚出千岁府！这等粗活，还是别沾红珊姑娘的手了，让民妇来吧。你快给我挖出来，把这个孽种的骨灰丢得远远的！孩子，娘亲终于见到你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丢出去！是。站住！你在干什么？站住！你在干什么？回大人，这是姨娘吩咐的。胡闹！景月，是我不好，我夜里惊梦，梦见这个孩子，他回来了。他说这院子太冷，他不想待在这里。我也觉得他可怜，就想给他换个地方。你梦到安安了？安安，竟然连这孽种的名字都想好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给他丢出去。是啊，虽说他母亲做下错事，害死了我腹中胎儿，可是这孩子是无辜的，上一辈的恩怨何必牵连孩子？景玉，你就当宠我一回，顺了这孩子的心意，让他去吧。不行。景玉，江莲都这么说，谢姐，你还不愿意放过这个孩子？大人，民妇听闻早夭的孩子怨气重，留在府上，怕是会惊扰贵人。你还是听姨娘的，将这孩子送出去。还不承认？你来府上是给沈修泽办事的吗？
民妇，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。景玉，你为何这么说？我着人去查了，你那早死的丈夫是沈修泽的战友。沈修泽前脚抢走了青青，你后脚便进府，还想带走孩子的骨灰，还敢说自己不是替他办事？大人明鉴，民妇王夫在5年前便战死了，他只不过是沈将军麾下的一个小兵，他连话都没有跟沈将军说过，难为大人还能将他们扯上关系。你，民妇不知贵府上的事，说偏来也只是为了讨生活。若大人不喜，民妇就先告辞了。再待下去，只怕会让谢景玉起疑，只能另寻他法了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玉阳，我还没学完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站住！我的千岁府是你想来就能来，想走就能走的吗？我的千岁府是你想来就能来，想走就能走的吗？景玉，那大人的意思？景玉，他正在为我调养身体，我与他也算是投缘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留他2日吧。景玉，这是他不对，等他给我调养好身子，再责罚他也不迟，是不是？既然连连都这么说了，应你便是。景玉，你真好。那这个孩子，先前是我冒失了，不该擅自做主，我会亲手将孩子安葬回去的。罢了，连连，你也是一番善心。既然这孩子给你托梦，我也不好负了你的心意。况且，他不过是个贱种，也不配埋在此处。谢景玉，我真是高看你了。不如就让他送去万安寺，随便找个地方葬了吧。民妇遵命。孩子，娘终于能带你走了。送去万安寺后，便即刻回来伺候夫人。敢有延误，便以逃奴罪论处。是，民妇知道了。夫人，景玉，你终于愿意扶正我了。你终于愿意扶正我了。这不是你的心愿吗？我自是要满足的。等赏花宴时，我便对外公布。到时候，让那位跟你投缘的女医也一起来为你庆祝吧。景玉，谢谢你。我还有要务，便不陪你了。想想青青的位置，是谢家夫人，以后便只有死人能当。所有忏悔都是假的。谢景玉，我真巴不得从未认识过你。姨娘，您眼下乌青这般重，精神也不佳，可是昨夜没睡好。这几夜我都噩梦连连，不知为何，心中一直难安。那孽种，你真安顿好了？回姨娘，民妇按照大人吩咐送去了万安寺，还请高僧超度过了。那为何我还夜夜梦？姨娘小心！姨娘，奴婢瞧着您这身子怎么越发虚弱了？姨娘，奴婢瞧着您这身子怎么越发虚弱了？许是今日练武累的吧？可是，你先去前厅准备吧。是。
你想说什么？姨娘身子一向康健，可自从喝了那女医调养的药后，就开始噩梦连连。奴婢是担心这其中有问题。你是怀疑他给我下了药？可是他图什么？姨娘，您忘了，从他入府，大人就对他颇为关注。便是那夜在祠堂，若换其他人冲撞了大人，哪还有活路？可大人竟将他留下了。当时我只当景玉是为了我，现在想想，确实可疑。奴婢还听说，他入府第一日便借口迷路，去祠堂偶遇了大人。依奴婢看，他怕是早对大人生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所以才想要加害姨娘。宋可卿都被我踩下去了，一个容貌尽毁的丑女人，居然还敢有这种心思，我看她是活腻了。那咱们要不要？今日是我的好日子，岂能脏了自己手？姨娘的意思是，一个底层的贱民，贪图千岁府的富贵，行了偷窃之事，偷的还是景玉的爱我。你说，若是当众揭穿他，他会是什么下场？姨娘聪慧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过了今日，谁都不能阻止我成为这千岁府的女主。只等这个宴会结束，一切也都结束了。姨娘让你去看看乐师准备的如何了。是。怎么这么不当心？什么我不当心？明明是你鬼鬼祟祟的不长眼。我何时鬼鬼祟祟了？好啊，你这贱妇居然敢偷千岁大人的东西！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？大人您看，奴婢记得这枚玉佩可是陛下赏赐的。这贱妇好大的胆，竟然敢偷盗此物，还摔碎了它。我没有。等等，这玉佩……阿玉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，你怎么比我先来了？陛下点我为状元，还给了封赏。我想着你会喜欢，便拿过来给你。玲珑佩，这不是给女子戴的吗？陛下怎么会赏你这个呀？陛下另有封赏，但我说想给未婚妻添份嫁妆，陛下便赏了我这个。未婚妻？你收了我的玉佩，你可就跑不掉喽。上面的花纹一样，可不是当初陛下赏赐的那枚。敢毁御赐之物，当真是该死啊！千岁大人息怒！千岁大人息怒！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陛下御赐的玲珑佩吗？我记得你一直收在书房里，这怎么碎了？是他，姨娘，是这贼妇偷盗了玉佩，还摔碎了它。我本想着你丧夫又毁容，着实不义，才重金聘你来，没想到你居然恩将仇报。原来是老把戏。姨娘误会了，这玉佩不是我偷的，更不是我摔坏的。你还敢狡辩？你可知偷盗损毁御赐之物是诛九族的大罪？民妇敢问姨娘，你方才说这玉佩一直收在千岁大人的书房，可我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又初来千岁府，是怎么在守备森严的情况下去书房偷盗呢？便是
锦玉前日来我院中看望的时候，你趁机偷的。那民妇就斗胆问一句：千岁大人，您去姨娘院中时，可曾带着这枚玉佩？没带，又或许带，我不会费心这等小事。倒是你不解释一下，为何要摔碎这御赐之物？民妇方才解释过了，这玉佩不是我摔的，方才是他与我相撞后，玉佩才出现在地上。你胡说！这玉佩明明是从你身上掉出来才摔碎的。求千岁大人和姨娘为奴婢做主，奴婢在府上侍奉多年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偷盗之事啊！看来他是又要偏帮江莲了。锦玉都发话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看来是不用刑不会招了。拖下去！等等，今日赏花宴，京中贵胄云集，千岁若真为了一个不值钱的玉佩动气，冤死民妇不重要，可坏了名声就不好。你这贱妇，好大的口气！御赐之物在你眼中都成不值钱的东西了。谁说这是御赐之物？你胡说什么？这明明就是……你怎知它不是？这玉佩用的是和田玉，虽然料子的确上乘，可懂行的人还是能看出其中差别。和田玉怎么了？若民妇没记错的话，当初千岁大人高中时，陛下亲自赏赐的玲珑佩，乃是陇西进贡，用的是上好的羊脂白玉。什么？这御赐之物，皆记录在礼部档案中。若有人不信，大可去查。千岁大人，民妇说的对吗？你放肆！为了这点小事，你还想让千岁大人去麻烦礼部？大人，如此狂悖之人，您可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你先前不是说与他有眼缘吗？现在怎么一副置他于死地的模样？至于你，当真是仅凭才智就料定这不是御赐的玲珑佩？当真是仅凭才智就料定这不是御赐的玲珑佩？当然不是，我这般笃定是因为真的玲珑佩早碎了。阿玉，我没有推江莲，你相信我。连身边的婢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狡辩？我看你就是死性不改。王夫从军时曾护送过那枚玲珑佩，因寓意极好，他曾与民妇详细描述过，所以民妇能辨认真假。那还真是巧了。或许是民妇的亡夫在冥冥之中忽悠着我。方才姨娘说了，损毁御赐之物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民妇虽人被命贱，却也不敢乱担这种罪责。千岁大人若执意要追究，那民妇便是豁出性命，也要告到御前，求陛下做主，查明真相。你还敢告到御前？我看你是……此事就此作罢。谁若再提，便怪我翻脸。景玉，原本就是自欺欺人留的念想，竟然也碎了。青浅，这也是你对我的惩罚吗？景玉，你别生气了，刚才是我不对。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不如我先舞一曲，给你赔不是，可好？那我去准备了。江莲，这一舞就当是我送你的临别赠礼。躲什么？站在我身边很丢人。民妇不敢。
那就老实待着，一会儿可有好戏看。这江姨娘跳的是绿妖舞吧？我记得先前京中独山绿妖舞的是谢夫人，只可惜啊，人就那么去了，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呢。可不，当时谢夫人坠楼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唉，每年9000岁都会为了谢夫人举办赏花宴，今年我以为人不在就不办了呢。你小声点，现在当中的可是眼前这位江姨娘，那位啊，你就不要提了。谢景瑜，这一舞也是送你的临别礼物，你可喜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1000岁，此话何意？这绿妖舞是你教的吧？你还敢说自己不是清静？你还敢说自己不是清静？绿妖舞本就是前朝旧舞，普通舞谱都有记载，只要肯钻研，人人都能学会。早前民妇便听说，仙夫人是当着1000岁的面坠楼而亡，人在的时候，1000岁大人不曾珍惜，人死了，却逮这个人都当作是他。1000岁大人可知一句话：迟来的情深，比草贱。你，何况你是真深情，还是装模作样让自己少些愧疚？也只有大人自己心知肚明。放肆！住手！1000岁大人，你失态了。沈修泽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对这赏花宴没兴趣，我是来找这位娘子。你没事吧？还说你不认识，到底耍什么花招？宋娘子说的倒也没错，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的，只是那晚她送骨灰去万安寺，被我撞见了。说起来，还要感谢1000岁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青青的孩子。他叫你宋娘子？没错，民妇姓宋。怎么，就因为民妇恰好同仙夫人一个姓，大人就又要怀疑民妇了吗？那不如民妇去衙门改个姓氏，省得让大人再劳神揣测。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那既然1000岁大人没事的话，我便带宋娘子离开。她毕竟是我同僚的遗孀，久居在你府上也不合适。等等！不是我害死你的，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这心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是得了什么病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！不是我害死你的，毒发了而已。过来！毒发？是你？不是我。这是梦里香，谢景瑜为何？我回来是为了带走孩子的骨灰，不管你是为生为还是都不管。来人，在！去把江姨娘带回来。是。就是。别说话，我们走。
大人，属下无能，追出去时，江姨娘已经坠湖，溺水而亡了。溺水而亡。青青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青青，青青！禀大人，沈将军已带兵马开拔，前往陇西。那位覆面的宋娘子呢？属下细看过，随行的并无女子，而且思月坊那边也没有宋娘子的消息。万安寺呢？1日前，洛神医带着小徒弟先行前往了陇西，如今留在寺中的都是僧人了。万安寺也不在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大人，您就那般确定那宋娘子就是夫人？会不会是认错了？定是青青。先前是我太急，未能想明白。他知道玲珑佩的事情，他会跳绿妖舞，不是青青还能是谁？可青青没跟沈修泽走，说明他心里还有我。他定是躲起来了，等我去找他。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青青。哎呦，你瞧瞧，这挺好的，要不然就多买点吧。啊！有没有见到我的青青？哪儿来的醉鬼，滚远点！青青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为什么我找不到你啊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陇西军中那个女菩萨今天又要随军出行了。什么女菩萨？人家在军中救人无数，刚得了陛下封赏，要叫宋校尉了呢。你说的那个人，他在哪儿？谁呀？谁在哪儿啊？宋校尉，他随沈将军开拔了，现在去城楼上，兴许还能送他们一程。青青，青青，你先别走。人疯了不成？是啊，奇奇怪怪的。我瞧着他怎么有点像9000岁谢景？什么9000岁？人都被革职了。他呀，只不过是疯了的酒鬼罢了。青青，等等我，青青。哎，宋校尉，您救了那么多人，这茶呀，算小的请您的。那哪行？你们养家糊口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们有军纪的，你不收的话，我会被军法处置的。来，那我可不信，沈将军怎么舍得处置您呢？哎，沈将军，我还真舍不得。你不是要带部队先行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老许他们嫌我脚程慢，所以让我回来压尾，顺便保护咱们的宋校尉。谢谢沈将军。顺便，压尾才是顺便。保护你才是主要的。躲开！干嘛呢？青青，真的是青青。你们瞧，我就说沈将军肯定放不下爱妻，这不是回来了？你说什么？爱妻？对啊，你还不知道？早前沈将军以军功请旨求娶了宋校尉呢。青青要嫁给沈修泽了。青青要嫁给沈修泽了。这沈将军和宋校尉可真是天作之合，光是瞧着就让人羡慕呢。青青真的要嫁给别人了，她真的不要我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此行不过是刺探敌情，那边还有洛沈医接应，你其实不用同去的。你就让我去吧。当初我父亲陷害谢大人贪污军需，不仅害了谢家，还累得陇西战事吃紧。现在我多救下一个人，也是为父亲多赎一份罪。
也罢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总哥我都陪着。秦只能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我知道了，秦秦一定在等我，他一定是在等我。我这就来找他。快点，有一条龙了！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也看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总觉得……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这真漂亮，多吓人！